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个自首的机会。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你媳妇儿帮人抢了矿，那案子是你办的，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你这点事儿你跟专案组说了吗？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顾忌什么呢？你可千万不能说呀！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那我要不说，老师后来自己知道了，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官儿做得越大，责任越大。我能喝酒吗？因为你是政法干警，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询问，而不是被铐起来送进审讯室，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我能喝口酒吗？我再说一遍，今天这个不是日常谈话，这是一刻千金的破案黄金时机。李仁俊，这点你非常清楚。你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你怎么证明？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李仁俊，我告诉你，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他都会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干的，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眼看事情败露了，你不得不杀他灭口。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推理？你怎么向组织解释？能喝口酒吗？能，还是不能？子渊，你去找找。后备箱。其实作为一名政法干警，我心里很清楚。首先，要做的就是诚实坦白。如果连诚实和坦白都做不到，那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呢？可是，太难了。有几个人又能做到真正的诚实和坦白呢？我要是能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上次你们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能坦白，也许王玉就不会死啊。
带头在这闹事啊！不是闹事，我们的伸张正义。洪老师，你可算来了，快给大伙解释解释，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说好了的，大家听见了吗？好了，大家有所不知啊，人家天龙集团给我们的补偿款比元力集团多，那为啥我们村的地还是给了元力集团呢？这元力集团的老板叫江远，他是洪老师的亲戚，是洪亮的小舅子，所以我们的地批给了元力集团。大家明白为什么了吗？你这无中生有啊！你这样子，我可以去告你的。王老师，你告我，我真害怕了。王老师为什么能告我？凭什么能告我？那是因为洪亮身上那身官服，洪亮勾结自己的小舅子，以权谋私，霸占我们的土地，我们能忍吗？不能！我们要讨司法，司法。你说那几个地儿我们都去了，那个屁，爽的，哥，我真不知道，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们了。这王玉不在这，他也不能怪我呀。哥，留着他也没啥用了，拿去发电吧。不着急，长生兄弟，我先给你充个电吧。谁？不认识。老实点啊！喂，没事啊，我是你哥，这是我新号码。你那啥，旁边有人没？没有啊。搁哪呢？安全不？安全。那个，你跑了之后，我就跟着跑了。他们没找你啊？我躲在我那个老宅子里了。哥，你后面准备咋办呢？我记得今天晚上有趟车皮在出省的，晚上9点对不？对。这么的，帮我跑一趟，上完货，你把那8号车皮的门你别锁，你给我留着，听着没？啊啥呀？我问你听懂了没有？听懂了。现在这出城的公路，公安都设了卡子了。那城里，陈胜龙人到处抓我呢，我也被逼得走不了了，我只能这方法出去了。行，你放心吧，哥。哎，办周全点啊。好，那我先挂了，哥啊。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脾气秉性我也都十分了解，可以这么说，对他的爱惜，我跟您是一样的。我是担心啊，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弄不好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姥爷，我算作业了。哦，哈哈哈，太棒了！豆豆，来叫蓝奶奶。蓝奶奶，你好。来，豆豆，你呢拿着这个坚果，让阿姨啊带你到房间去看一会儿动画片，好不好？老爷一会儿就来啊。来，啊，真乖，您这膝下承欢，儿女孝顺，这日子真让人羡慕。启明同志啊，你确定望海岸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我确定。张姐，鉴于对张文京错误的批捕、错误的起诉，市院决定对张文京的卷宗重新核查，尽快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同时，市院还会对案件流程还有其他细节严格审核，力争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任俊同志啊，你的态度是好的。那就这样，回去以后把工作抓起来，就按你说的，把这个案子办成不容置疑的铁案，好吗？张姐，那我先走。哎。来，换人了。哎呀，还是老了。你看这个，这刚动一会儿就一身汗呢。哎呀，比不了你们年轻人了。就您刚才那几个扣球，那是惊艳全场啊！看得我们是口服心服。您这叫宝刀未老。就我这一场下来，都得好好补充一下啊。组织上啊一直在强调干部队伍年轻化啊，要把机会给更多的年轻干部。看见你们啊，就想起我自己在东平工作的日子，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来。您在东平挂帅那几年，东平是日新月异，东平人民现在还念着您的好啊。东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万海案。严书记啊，我知道你们对这个案子呢没有少操心费力。从办案的角度讲，同志们也确实很辛苦。但是我呢，还是想提醒同志们，能不能换个角度看问题？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护发展。现在这个万海案，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例，它的影响力、破坏力，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东平的稳定和发展。早晨指导小组送来的张文京案证据材料，大家都看了吧？都说说吧。蓝书记啊，依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太赶了。当初退回补充侦查只给了3天的时间，我当时就反复强调，太着急了。生怕这个证据上出什么问题。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失察，我负主要责任。哎，李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工作上也有数，这件事情不能完全宽容。我们的2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的确，我难辞其咎。昨天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领导做出说明和自我批评，但眼下要紧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么说啊，李检已经有想法了。既然张文京案存在着错误，我们就应该马上还他清白，这样也正好能证明我们在万海案的办理过程中的审慎和缜密。李检说的对，张文京事情呢本来就是旁枝末节，更何况现在万海案上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建部主席，东平呢，你比我们大家都熟，你要是听到有什么反应、好的建议，还请您多批评指导。反应呢，确实是听到一些。既然严书记问到了，那我就
报告两句。严书记，你也知道，东平作为老工业城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前些年呢，还是省里的 GDP 大使。那这2年呢，它衰退了。为了促进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国家也好，省里也好，没有少给政策。那他们东平的班子这2年啊，也没有少下功夫，一直在推动这个城市的转型，要打造一个新东平。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了干劲、冲劲和闯劲的领导班子，对于这么一项负重前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我们不但要给予支持，也应该给予爱护，帮助他们消除工作中的阻力。特别是我们政法系统，同志们在办案的同时啊，也应该要注意到保护好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严书记啊？过2天啊，省政协要去省检察院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做一个专题调研。那么我呢，很想听听万海案的相关情况。严书记啊，这个不会给你们的工作添麻烦吧？调研视察司法机关的工作，也是对我们政法工作的爱护嘛。这样，我通知张放同志，让他们一定接待好，汇报好。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感谢了。其实今天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态度。说心里话，我并不担心张文京的事情会影响万海案，我是担心在这紧要关头会影响大家的士气。现在我很欣慰，我看到了我们东平政法机关的团结一心和抗压能力。我们的司法公正就是应该让无辜者免于受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我们绝不做拔到筐里都是菜的事儿。这次是省检察院帮我们纠正了错误，那下次呢？还会有谁来替我们查？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查清事实，尽快放人。任俊同志，你要亲自上阵，担任办案人，确保万海案万无一失。喂，张姐。亚平同志啊，明天一早你和洪亮同志一起要回省院来一趟。明天？什么事儿啊？省政协要到省院来做工作调研，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可不可以我们把汇报材料准备好，哪怕连夜赶出来，让孙专委或者是其他同志汇报？不行，江副主席特意提到了，最好是由组长和副组长当面汇报为好。张姐，东平的调查工作刻不容缓。我知道，但是汇报工作，这个也很重要。你跟洪亮同志转达一下啊，把材料准备好。咱们已经查实的事实可以汇报，一些个没有确定的东西，我们的猜测、怀疑，这些都不要提及。明白了吗？明白。好，明天见。嗯。谁让邵小样诬陷张文京的？熊哥，你听我说，熊哥，我这就出现这，不是我让邵小样去诬陷张文京的，我所有的事我全扛了，熊哥，江副主席，哎，你好，你好。我
我代表我们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的这一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张姐啊，这次省政协呢是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调研，不仅是好的经验和做法，缺点和不足也不能藏着掖着。您放心，江副主席，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那就好。我跟张文京有私仇，他仗着自己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总是干预我们娱乐城的工作，一会儿这个不让干，那个又不让卖的，他耽误我太多赚钱的买卖了。所以这次吴小天他举报万海这件事儿，我想着正好把他也弄进去，一了百了。我承认，是我诬陷了郑文京。这是你的口供笔录，看一下，确认无误的话就可以签字了。王老师，怎么了？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啊？这么快？行，知道了。咋了？他们决定释放张文京。啊？张文京，我们已经对你的证据进行了复查，证据链不闭合，部分证据取证不合法，所以我们将撤回对你的起诉。现在进入汇报环节。首先要汇报的是雷案的情况，由我院一部的主任，也是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进行汇报。尊敬的江副主席，各位领导，下面由我来代表指导小组向大家汇报最近我们进行的一类案件的评查情况。自今年2月以来，指导小组对海东省各地方院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诉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核查了全部案卷，询问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的证人。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地方院个别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另外，我已经认罪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就是黑社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认罪认罚具结书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部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张主任，这么问不合适。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不可能视频为证。该批你们到底干嘛？该同意。想了解啥呀？难看不？现在要揪着问了。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疑问。
建荣，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各位领导好，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产生一定的质疑。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过程。我们需要时间。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关注的案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说实话，办理这样的案件呢，需要审慎、公正、公平。我们要把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落实到位。的确，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还有就是谢无非，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喂，郑主任，我已经查到了，张文京买了今天早上8点半去江南市的长途车票。好，我马上赶过去，告诉子妍去车站跟我会合。检察官办案，谢谢。抱歉啊，谢谢。不好意思，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主任，9号检票口。这儿啊，你好，问一下，这是去江南的吗？是。好，谢谢。小白，哎，你去看看去江南是不是只有这一班？好嘞。这是你女儿吧？我们亲自送你去江南。主任，没错，就这一班。不好意思，检察官办案，我要进去找个人。好，谢谢。子妍，你在这盯着点。谢谢啊。你好，检察官办案，我要找人。
瞎瞅啥？胡组长，谢主任购买的金条和提供的票据大部分已经对上了，其他一些我们也查明了来路。您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把金条还给谢主任。谢主任，您核对一下数量，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在这边签个字。张主任，给你们添麻烦了。说句心里话，确实耽误我不少工作。事情查清楚了就好。省院来的领导，洪大组长，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呢？洪亮，洪亮，你到这儿来，我路过，来问问情况。U 盘查的怎么样？我们呢，就可能最近就要撤了。撤了？哎，查完了？倒是没有。没查完怎么就撤了呢？谁说不是呢？现在就是这个组织上有这么个安排啊。不是，那查出什么了？那还是有收获的，就是张文京，现在呢就证实了他确实是跟黑社会组织没有关系，所以他现在就是无罪释放。那万海呢？李仁俊、老乔呢？你就这样不管了？U 盘我都给你们了，对，你们顺着往下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呀。我们也得服从组织安排。原来是我看错你了。你还拿来。U 盘，既然你拿着没用，还给我。也不能说没用，我已经上交组织了。咱这么的，王老师，我呢回去之后，我马上就跟组织上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完了，我得着空了，我肯定就催他一下。不麻烦您了。不是，10几年了。有些人的心呐，早就黑透了。找你一圈没找着，
我是这样式儿啊，就是，明天我就想先不跟咱们大队一块儿回海州，我看我爸妈去。所以亚平组长，我这儿就今天晚上跟您搞个假。指导小组解散了，你不归我领导。行，那我就跟我们孙专委汇报。亚平组长，亚平组长，叫来叫去的，叫顺嘴了。每次一喊这亚平组长吧，挺亲切，还挺温暖，踏实，就感觉好像说，哎呀，一个战友。感谢啊，亚平组长。那咱折腾这么一趟，虽然说这结果不老好的啊，可是这么一段时间，在亚平组长这个坚强的带领下啊，这回是真的。我真的还挺幸运，因为能跟你在一块并肩作战，我挺自豪的。而且我觉得啊，就说虽然说结果论啊，但是咱这么想，是不是张文京不管怎么样还了他清白？乔振兴如果在天有，他会觉得说，哎，说我这个兄弟吧，没白教，挺好。所以，只要不亏我心，啊，别太难受，祝顺利。你甘心吗？我明天回去找张检申请。这个案子我放不下。洪亮，你愿意继续跟我并肩作战吗？亚平组长，如果你真想翻这个案子啊，但是晚上我要脱制服了。咱这么着，只要我们不违规违纪，无论我走到哪儿，啊，无论天涯海角，随叫随到。洪亮，你是副组长。洪亮，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11部的，我呢是1部的。你认真起来的样子，挺像个检察官的，没那么怂。我要把人间云霞夜里菊花吧，我要这朗朗乾坤下世事有王法。我回来啦！哟，媳妇回来了。来，范同学。牛牛，妈妈回来啦！喝酒了，庆功宴。生气。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小牛牛，想不想妈妈呀？抱抱妈妈嘛。今天呀，都是做的你最爱吃的，看茄子大虾，还有小炒黄牛肉。对，妈妈。哎，我说媳妇，你这是没出去多久呀？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个案子给办了？这是又能立几等功啊？啊！妈咪，来，快来看看蛋糕，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定制的。哎呀，咋样？谢谢。今天你最大，生日快乐！
根据您的指示，指导组已经撤回来了。我不是抱怨啊，就是有点担心，同志们辛苦了工作那么久，就怕他们有情绪。另外，也担心我们会失去先手。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够强硬，关系网够密实。我们撤回来，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扎军篱笆，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我喜欢打羽毛球，现在最流行的战术就是打四方球，就是把球打到对方场地的4个角，充分地调动对手前后左右的奔忙，在他疲于奔命的时候，找准机会，一拍打死他。这个战术好。中这么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只有把讲关系、讲人情这个烂根切除，才能够搞好法治建设。回去啊，跟同志们好好说说，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下次打就连锅端。明白。今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此前，该案嫌疑人万氏集团法律顾问张文金当庭喊冤。经过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周密细致的核查工作，最终认定张文金不构成犯罪。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张文金被无罪释放。这一重大反转，体现了我市政法机关严格、认真、负责的司法态度，也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李姐您好，今天万海案公开宣判了，这是东平市扫黑除恶取得的重大成果。您能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思路和感想吗？万海案是一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高、舆论广泛聚焦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我们检察院主动向上级机关请示，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和法院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机制，有力高效地推动了案件的办理。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我想请问，您觉得检察机关该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呢？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的主要职责就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会继续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我们会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更好地巩固专项斗争成果，提升东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律所啊，已经是满额状态了，没有办法再找人了。您已经是这个星期第5个跟我这么说的了，我就是好奇啊，整个江南市就都有这么一个律师啊？张律师啊，您是著名的律师，还是咱们江南市太小了？周老师，自从您丈夫出了那件事以后，学校的公众号下面有些家长留言恶评不断呀，视频号下面也是各种的闲言碎语，给学校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的压力很大呀。但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个人没有违法犯罪。这道理我完全清楚，可是家长不清楚啊。校长，我在这个学校兢兢业业教了快20年的书了，带过的毕业班每年成绩都是年级第1。周老师，您给咱们学校费了多少心，尽了多少力，我是一清二楚。但是我作为校长，就不得不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来考虑。这一点，也请您能够谅解。现在很多学校都需要您这样的资深教师，特别是私立学校。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帮你推荐。乔依然最近和同学发生了很多冲突，为了他的身心健康，他最好也能换个环境，这样对他今后的成长也会有好处。主任，您看，这条就是地铁2号线，出站口天龙站就在那儿，预计明年就能开通。各位领导，你们再往那个区域看，大都西山、大都望海都是咱们天龙集团的明星楼盘，刚好也都建在咱们开发区的管辖之内。都说天龙集团是我们东平民企的一张名片，今天看了，果然名不虚传。主任，您真的是过奖，也只有在开发区管委会和您的领导之下，那我们才有机会为开发区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的发展潜力啊，还是挺大的。我有个提议啊，各位领导，要不我们移步前面的茶歇区，我们呀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水果，咱们边吃边聊，这样我也有机会啊为各位领导好好介绍一下咱们集团未来5年的发展计划。这边请，来，这边请，领导请，请。刘晨，据我了解啊，那片空地未来3到5年会建一片新能源汽车城啊？好像是，我记得好像在政府的规划会上是提到过的。那既然陈总也知道，那您对新能源领域有没有什么打算？啊，这是。其实您是可以考虑往新能源方面发展的，那可是高新技术，也是我们市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大势所趋啊。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核心技术之一就是动力电池，所以啊，全球电池对镍的需求量一直在增长。恰巧，在我们开发区就有一座铜镍矿。不知陈总有没有兴趣啊？有兴趣啊，我当然感兴趣啊！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陈总，您先不用着急回复我啊，这毕竟关系到你们整个集团的规划和发展，您先考虑。对，不着急，这可以慢慢聊。刘主任，我上次听子建一清说，您好像对大都西山的房子是不是挺感兴趣的？你们这生意太好了啊，早卖完了呀！确实太好了。
但是有这么一栋样板间呢，在打折呢，有时间来看看。445310，到，家属探监。445310，报告。10号窗口。是。爸，给你买了很多东西，给管教了，钱我存够了，缺啥跟我说。你把那墨镜摘下来。墨镜挺大了，摘了。还行。这眼睛也没戳瞎呀，没破相。你命大，儿子，爸对不起你，是我没本事，让你还有你叔吃苦了。嘿，小乖乖，行了行了行了，走，好呢，哦呀，哎呀，老师。我听说最近你们又杀人了，怎么回事？情况急，来不及了。哎呀，动不动就打打杀杀，那成什么了？那不成黑社会了，是不是？嗯，老师，我给您保证，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乱子。保证？怎么保证啊？嗯？3年前，你们就跟我说要让我放心。小龙啊，你们就这个样子，让我怎么放心呢？想没想过，事情闹大了，盖不住了，该怎么办呢？那小子呢？
不敢来呗。你敢啊？哼，老师，我们这事儿虽然干得不漂亮，但它过去了。我给您发个誓，以后绝对不可能再出这样的乱子。行吧？老师，我今儿来呢，就是要跟您说件事儿的。这不万海已经判了吗？这个开发区的领导他们来找我，他问我能不能接这矿。谁找你？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说说吧，外边啥情况？哥，外面那个集散中心跟娱乐城都让王玉要走了，咱家现在就剩下矿山了。你进去这2年吧，这矿基本上就停着，没活呢。这工人该走的也都走的差不多了，这别的都无所谓，都好说。关键是这个银行的信贷经理啊，他1个礼拜得找我8次，夸张了，没那么严重，爸。外面挺好。你让你叔把话说完。哥，这别的我都没事儿，关键是吧，咱从银行借那3个亿那个利息，我这真扛不动了，叔，压力太大了。哥，那利息我不跟你说了吗？爸，那利息有办法，我把车卖了，还有你送我那表也卖了。咱把矿池卖啥？你让你叔把话说完。说。哥，这么大个事儿吧，我一个人外边也没个商量的人。关键是咱家这情况吧，外边都知道，咱也瞒不住。我就寻思这可能咱那矿可能保不住。谁让你说光了？你让我说完干嘛？注意情绪，万海。你让我说完嘛。哥，我寻思着吧，咱与其这么耗着，让银行最后把矿收走法拍，不如咱自己先想点别的办法解围。要不然咱真输的连裤衩子都剩不下了。哥，爸，你听我说，咱们家什么情况都不能把这个矿卖了。这个矿里面有铜业，我们一出手我们就东山再起。爸，我说说我的想法。儿子，当初让你走，你回来干啥？行，我不说这些。你年轻气盛，有冲劲儿，但别学我。来，你看看我现在这副德行。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外边，你得听你叔的。你给我拿起来。听你爸的，好听你爸说。这是我亲兄弟，你亲叔叔